其实每一次户外教育应该都要做风险评估啦，因为现在保护孩子的安全是我们首要的责任嘛。学校在规划户外教育课程的时候，不一定马上要采取高风险。好像我们现在当然高风险的比较容易上媒体啦，或者是我可能独木舟环岛，哇，这个好酷。然后是爬高山也很棒，这个当然一定是这批孩子或者是学校的老师很强，然后刚好这批孩子有经过前置的某一些安全教育的基本训练，这个有这个条件之后，才会往高风险来。也就是说，我让孩子先具备基本的能力，然后相关的知识技能都有了之后，才往高的风险去跑。那风险评估其实可以从3个面向来进行。第一个是我们先从环境条件，比如说我要去合欢山好了，合欢山是3000公尺的高山，有哪一些环境的因素可能会导致风险呢？比如说要出发前，团队的成员就可以聚下来讨论，甚至实地上去走一遍，先课前去走一遍，我们就会知道说气候瞬间降温，这个温度一降下来就可能失温。这个风险很高，我们评分完之后很高啊，那接着学校就要讨论避险的策略。避险的策略简单说，我要让孩子的保温的装备，可以做到完备。如果做得到的话，风险评估过关，我们就可以带着孩子去。所以这个第一个面向是属于自然环境地形环境上的因素的风险。第二个就是我们谈的装备的风险合欢山有没有什么人工的设备或者是装备它老旧坏掉？这个我们要先评估，或者是我要去合欢山，我本身携带的装备够不够？再来是我会不会使用？它可能有断崖或者是崩塌地形，要过那个崩塌地形，有些高中生他可能要进入到我可能要有绳索的课程了，然后又要过那个断崖，所以这个装备1有没有，2会不会用，都会是我们要出发前一定都要先到位的。那第3个就大概是人员的风险。人员的风险就是我要带出去的团队，比如说这20个学生好了，这20个学生，一般老师都会比较清楚，哪一个可能是比较容易爆掉，特别是我们冒险型的会比较累，跟人家相处的比较容易冲突。这个部分我怎么评估？可能预先可能遇到的状况是什么？然后我可以先想好课程怎么处理。那这个就是我们谈的户外教育。我们如果要做冒险型，这个风险的管理分析，这个是一定要做到的，包括环境、设备跟人员。现在其实各级学校都会做毕业旅行，毕业旅行其实也需要做这样的事情。以往的毕业旅行可能没有做这种比较系统的方式的一个去评估。那我们现在多做一点点的话，其实更确保孩子的安全，然后确保老师带出去的时候，其实是可以获得更多的保障。